轄下發展局工務科有8個決策局同部門有園境師嘅職位，雖然職責唔同，但係目標就只有一個，就係推動健康環保宜居城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綠色城市。我自細就中意大自然，每次去到新嘅地方都會特別留意下四周嘅環境，特別一啲同 landscape 有關嘅設計。直至到有一次去內地旅行，俾當地嘅園林設計同埋城市設計所吸引，自此我就揀咗園境師為我嘅職業啦。我細個嗰陣時對美術設計好有興趣，尤其中意玩城市規劃嘅遊戲。後嚟喺美國升學嘅時候，認識咗園境師呢個職業，就發覺其實都幾啱自己。最後我就選擇咗呢一科嚟讀啦。好多人會問園境師工作究竟係做咩嘅呢？係咪就設計花園同公園啊？其實園境師嘅工作梗係唔係咁簡單啦。我哋嘅專業要結合自然、人文科學同藝術設計，亦都要懂得喺環境空間設計，考慮民生要求、城市規劃同從環保中取得平衡，為大眾設計出高質素嘅生活及休閒空間。園境師好多時都會同其他專業合作，所以我哋要多留意社會發展嘅趨勢，且要有良好嘅溝通技巧，咁先可以發揮團隊精神，以順利完成每個工程項目。所以園境師呢份工作可以話係一個綠色專業。呢個專業同傳統建築或者基礎建設最大嘅分別就係設計者仲需要考慮歲月同埋周邊環境所產生嘅變化，而對本身設計所產生嘅影響。而我而家身處嘅愛地聚灣公園，為西灣河幾萬名居民提供一個休憩空間。公園嘅設計着重於反映區內嘅發展歷史，設計將漁村嘅空間佈局重現，係喚醒遊人對漁村嘅印象。整體設計以漁村為中心，由小河、瀑布經過唔同形態嘅水景連接到大型水池，去模仿小溪流向大海嘅情況。大型水池亦都設有特色漁船同埋舢板一隻，成為公園嘅主要景點，並將公園同後邊避風塘嘅景色連成一線。入職之後，我參加咗幾個大型嘅工程項目，因為涉及唔同嘅機構同埋持份者，當然唔可以缺少嘅就係同項目團隊、不同部門、承判商、顧問公司同埋市民用家嘅交流互動。雖然大家都抱住同一目標，然而各自需要解決其工作範疇上嘅問題，做起上嚟一啲都唔容易，但係就好有挑戰性。我係屬於路政署環境美化組，其中一個令我印象深刻嘅工程係港鐵西港島線位於高街嘅工程。嗰個工程涉及一幅有6棵石牆樹嘅護土牆。基於工程嘅需要，我哋要對石牆樹進行修枝。由於石牆樹係香港其中一個獨特景觀，保育價值非常之高，所以我哋響修枝工程進行前進行咗多次諮詢同會議，希望將工程對石牆樹嘅影響減到最低，亦希望工程期間對該區嘅交通及環境噪音嘅影響盡量減少。最終工程都順利完成。隨住社會嘅發展，香港人開始注重綠化嘅生活空間，無論私人發展商抑或政府，都比以前投放更多嘅資源去美化環境，都對園景設計有龐大嘅需求㗎。加上近年全球重心放喺環境優化同綠色基建上面，香港嘅城市規劃亦都緊隨呢個大趨勢，所以園境師真係一個好有前途嘅專業。要成為一個園景師，需要修畢香港園景師學會認可大學園景建築學系學位，或者同等學歷，完成專業學會實習要求，即係喺有關行業工作至少2年，就可以報考執業試啦。當你成功入職政府，成為助理園景師之後，再考獲專業學會資格超過1年，加上有良好嘅工作表現，就可以成為正式嘅園景師㗎喇。經過經驗同知識嘅累積，仲有機會晉升為高級園景師同埋總園景師添。現時香港園景師學會認可嘅本地課程係香港大學園景學碩士課程。俾個 tips 大家，喺面試前多啲關心時事同埋政府近期嘅工程項目，而梗係唔少得嘅就係認識同埋了解本土植物啦。記住要做足準備功課啊！
同時亦都要展示你嘅專業知識，以及運用多方面嘅技巧，展示創意同埋藝術感。當然，仲要表現出你對工作熱誠同埋勇於承擔嘅呢啲個人特質，令到考官相信你可以同唔同嘅成員溝通同埋合作。我嘅願望就係希望透過園境師呢個專業，為香港締造更美好嘅戶外空間環境，同時鼓勵香港市民重視環保，為下一代創造更美好嘅生活環境空間。我相信園境師喺未來城市發展中嘅角色會相繼提高。我希望未來每個工程都會注重綠化同埋戶外空間優化嘅重要性，共同建設一個綠色嘅香港。